大家中午好啊。那么道家有这么一个金刚功、长寿功，一个是外八部，一个内八部，它分内外啊。长寿功第八部第一步没有动作，长寿功大部分动作很少，都是很自然。它跟金刚功不同啊，金刚功处处都要用力，长寿功处处逍遥自然啊，不要用心，不容易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么长寿功的第一步，这是昆仑长生灸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昆仑在哪里呢？世界上昆仑在大西北，那是最高的一个山，在我们人身上就在头部。那么昆仑山下一清泉，就是说这个泉是在哪里？是在我们人口内这一个泉体。它这个这是昆仑长生灸，它这是第一步说辞。那么这个长生灸第一步，它有4个原理，有4句话是原来的话。那么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昆仑山下一清泉，泉中有水流万年，有人且吃泉中水，活个长生不老仙。这是人家原来的一句话，4句话。后来我又给他加了4句。这4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前4句人家是说的是先天的武技，后4句是说的后天的太极。它有形有相的太极分2仪嘛，分南北，分子午，分坎离啊。那么后边的4句是哪么4句的？就是第一句，龙戏九江水，虎登万重山，阴阳交换处，国内开百梁。这4句跟前4句不同了。前4句指定地方。那么昆仑灸，这是昆仑灸，昆仑就在我们人身上最高的一步，就是头部。头部半山中间有一个泉水，这个泉水在我们口内，口吞日月。那么一个口把舌头往上一顶，但是那个口子里头横加了一道，那就是个日头的日子。那么月亮在哪里呢？月属于肾脏之水，我们的牙上下都属于肾脏所管，肾脏发源的。那么月是半月，西南月宫嘛，那个月就像我们这个牙齿，那么像半个周围啊，牙是处于肾脏啊，所以昆仑是什么？那么这个长生灸的，那么就是这个舌头在口里头把口闭住啊，上下搅动，搅的什么时间有了口水了，慢慢一点咽啊，没有口水不要咽，咽的话恐怕起火，喉咙疼哦，有了口水慢慢的咽。那么口水过满了，不要大口猛咽，那么一点一点的咽下去，咽到什么地方，你眼睛往后看，往那边看，他说闭目养神嘛。那么这个眼睛往那一看，能看到这个水送到下丹田，他们都讲下丹田，下丹田就在这个肚脐以下1寸3分处，好，咽到那里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老君爷的八卦炉，
大家都知道《西游记》练孙悟空就在那里练啊。那么送到那里，他自动的把这一切的病啊、周身的病啊送到八卦炉，用那个火把它炼化。炼化它从哪里往外出去不一定，那就看你的病在哪里，看那个应该它从哪里走，它是自然的，不由得你。有的是从大便里排出去，有的是从小便里尿出去，还有一些人练到必要，他这个病在上部消不下去，他只有从上边口里吐出去。那么治病都知道汗吐下消，温性不破啊，有的是发汗发出去，它有4个动作啊，不一定它在哪里排出去啊。放远了，它能把你一身的一切的病能全部消除。关于这个，就是这血池昆仑长生酒这一步，确确实实治好过2个肺癌。是他们不能好的病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就用这个舌慢慢的搅动，病在哪里，你心里想着就在哪里搅动。时间一长，你往里边看，就好像看着那个舌头在那里边动啊，哪里有病就在哪里搅出来口水咽到丹田，咽到下边气海穴里，它自动的消灭你一切的病都能消灭。它有多大的力量，那我不知道啊。那么究竟这个外八部和内八部合作起来有多大的力量，说不了。但它治好了很多的病。这是长生功里头是第一步，血池昆仑长生酒。第2步升降日月任督走，走任督二脉。那么第3步内转太极行八卦，在周身的一切的气血都在八卦里头转动啊。第4步就是大转逍遥落无忧。这个逍遥是什么呢？人家大家都知道啊，逍遥一点红，那是太阳快落的时候。那么第5步大雁腾空降吉祥，它是在太空的画像啊。第6步啊，就是浪里行舟漂海洋，在下边水上边啊。第7步白鹤踏坡定生死，那是关于静功之间要稳定生死。人的就是思想不一样，人的生死定不住啊，人伤害人的精神就在这个生死定不住的事情。但我们修道人一定要在这个生死稳定不动啊，千古不移万古不横的东西啊，这是我们道家修静功的最好入门的一条大路。那么第8步为什么叫鱼沉海底寿命长？人在其中不知其，鱼在水中不知水。鱼要离了水，马上就会死。那我们人要是离了气，谁也不能活。但有一说法，这是人后天的事情，但先天的事情，我们是练五气之气。我们专一的练的那个气至柔，柔到最后停止，气停脉止，人断绝死亡。但人练到那一步就没有死亡了。但我们圣人，过去的圣人一定是练的先天不动的气，现在人好多都要练气功，他就主要的气，那么气越练越麻烦。所以我们大道不是这样子，人家练的是先天的不动的气，人现在都是练后天呼吸之气，呼吸之气属于后天，不属于先天。先天在母腹的时候，
气血一切的东西全部停止，没有呼吸。那么他的呼吸从哪来的？就是母亲昼夜母呼吸，往来通我血。10月胎在腹，能动不能言，就是在这2句里头。那么先天的八卦都没有气，这是那么金刚功在外，长寿功在内，专一的练柔。金刚功助用周身的金刚之力排除外来的病气。长寿功我大概就是说这么多。我们说是日月，实际上就是阴阳二气，行走人脉或督脉，这是第2步的工作，调整人脉或督脉的气。上下循环，两手往内转，前边往内转，慢慢的。长寿功不要计数，是自然的。你要是一计数，心脏的话有了拘束了，它不自由。你不记它，你想怎么转，动作你看标准，你怎么转动，快与慢，由你自己心里想怎么着。长寿功顺其自然，常常大家都知道，道法自然嘛。长寿功就是打坐的入门，有静功的入门，慢慢的转。这是往外推，是走督脉，在背后，因为你的手不能到背后，在前边是往内转，到下边到阴跷脉稍微的一停，这么往外转，到上边百会到阳俞脉阴俞脉交叉的地方。关于转几遍，你慢慢的转，你转几遍都行，不要计数。你心里一计数，你只顾的操心计数去了，在身上五脏的气控制了，不自由。这就是一个自然，顺其自然嘛，不要用心，也不要用力，到头顶一停，再往下转。这就是转动人脉之气，人脉上督脉，下人脉，往下来的时候走人脉的道路，往上去的时候走督脉的道路，这就是大道理。人都知道人多二脉嘛，转动的时候要逍遥自然。就像那太阳从东升，月亮从西降，
由小转大，转几圈你不要记它，转大以后慢慢的分开，转成两仪。两仪就是后天的八卦，太极。太极分两仪，两乳房为2个太极眼，从中间经过，就走的是那个太极图的形式。转动以后，内转太极行八卦，太极转好以后分开八卦。这么样的推，这是一卦，上来是第2卦，下去这是第3，往后这是第4，再推动是第5，上来第6，下来第7，转后第8。转动这样子是以头为太极，这样子转为心为太极。前后分8个动作，这是第1个动作，第2个动作，第3个卦，上来是第4个卦，左边4个，右边4个，一共8个卦。8卦分8方，人身也分8方。头为1方，身为2方，前后为2方，4方，手脚分4方，两手分2个斜方，2个脚分2个斜方，所以4面8方。人身上8方你要知道，一举一动这个动作越慢越好，就像在一个大火球里头转动。这么几天你慢慢的练，它不冷。只要你把这个动作学标准，做好以后，你怎么练都可以。练长寿功一定心要放宽，真胸要达到自然。练长寿功心里要达到和平，就像一个小孩子悠悠荡荡，就像窝里一样。这就是又回转到太极，这回转到无极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2仪4象8卦5行。5行就是分那5脏，这是表示太阳的行动。
太阳里头有几个火球，但太阳落的时候能看着。开始要慢一阵，快一阵，快的时候猛转一大周，慢心里要放，快了稍微的一紧张，快慢都要求自然，慢慢的转动，这么是上下转动，这样子就像转一个大球，大月球。虽然说是像月球，人就在像一个大月球里头。转3周5周都行，慢慢的又转回平衡，慢慢的又快慢不要计数，左转也好，右转也好，练长寿功要求大自然。转圈老人要站稳当，不要急，就像一个大月球在我们身外自个转动。练这个功越慢越好。慢了，那个气力转的不一样，你一快气就快了。转动这个360骨节84000毫毛，内五脏经络全部一切的话，大自然都能行动。外边的动作能看着，内里边的气转动你是看不见的。人身虽小，暗合天地。虽然说我们这样子动，已经跟随着天地的气慢慢的走动。人在气中不知气，鱼在水中不知水。第4步了了。